各位街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舒适机械小教室，我是绝对理性的摩羯座宋医师。今天要从肌肤监测的科学角度跟各位谈一谈，怎么做才能帮助酒糟肌肤的患者真正排除毛囊螨虫带来的刺激伤害。近年来，敏感肌与酒糟肌成为皮肤疾病的大宗，皮肤科秋季年会也做了酒糟治疗共识的结案报告。台湾美容医学会希望会员医师更加理解共识的内容，所以请我写一个相关说明。对了，有些医师提议把酒糟改称玫瑰斑，此处仅依俗定称呼，以便民众理解。美容医学会本来把邀稿题目定为毛囊螨在酒糟玫瑰斑的角色及其治疗，因为皮肤科医学会中私下也听过赞成与反对该共识的讨论声音，因此建议编辑处改为毛囊螨在酒糟玫瑰斑的角色及其治疗。2023年版皮肤医学会酒糟治疗共识之我见，这样更客观一些，也方便其他前辈医师自行判断。这个版本算是简单版本，更完整的说明版本之前也制作了影片，只因个人影片制作能力不足，至今未能完稿，先行致歉与说明。各位都知道，我在临床上运用皮肤镜从事发炎性皮肤病的肌肤监测已经很多年，这么多年的临床观察，对于酒糟与脂漏敏感肌等皮肤状态有些心得。只因医学会邀稿，仅向各位前辈报告我的个人看法。先简单说明治疗共识的相关内容。第一，关于病因部分，当前酒糟的致病原因被认定是多因性的，如果更直白地说，就是原因不明。现在已知的病因包括免疫调节失当、神经血管协调障碍、基因问题，就是俗说的体质与其他次生刺激。次生刺激包括了保养品刺激、过度清洁或过度美容治疗、皮表微生物与菌丛影响等因素。其次，除了真正的病因不明，酒糟往往也存在疾病的共病现象。例如，患者常常有偏头痛等神经系统问题，伴随高血压与血脂异常等心血管问题，有发炎性大肠炎等肠胃问题，或是焦虑与沮丧等精神心智困扰。酒糟患者甚至也被怀疑与风湿性关节炎有些相关。唯一的好消息是，目前没有观测到酒糟患者有较高的罹癌率。换句话说，统计学上并没有观察到酒糟患者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癌症。第三，讨论到本次的主角毛囊螨，严格上来说，它只是上述第一条多种病因中皮表微生物与菌丛的一个分类。通俗的说，就是只占了几分之几当中的又几分之几。即便专注在皮表微生物与菌丛这个领域，你也看到了，除了螨虫，还有表皮葡萄球菌、油芽孢杆菌与5日热巴尔通体，甚至肺炎披衣菌都有引发皮肤发炎的相关可能。而且这些因素的相关对比统计结果并不一致，甚至肠内菌丛对脸部酒糟的影响数据更接近真相一些。肠、脑、皮肤轴的关系也很明显。换句话说，毛囊螨会造成酒糟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但是，目前确实观察到酒糟患者螨虫数量较多与杀螨可以改善酒糟症状这两个事实。因此，更严谨的说法是，毛囊螨引发酒糟虽然不够科学，酒糟严重者毛囊螨密度较高，反之亦然，却是公认的事实。回到共识，大家都同意，就统计学而言，杀螨没有办法治愈酒糟，降低螨虫密度却可以改善酒糟，是个事实。因此，2022年皮肤科医学会的共识建议医师们，任何酒糟患者先做螨虫密度筛检，如果螨虫密度过高，建议先杀螨。这样的治疗共识，粗略逻辑没有问题，但细致操作我就有不同看法。我的不同意见是因为风险原因。这里有一张表，是共识中的列表。列表说明杀螨会造成皮肤发炎的恶化风险。各位看到的清晰图片是我重新打字，中文翻译。右上角则是原图的照片。从列表中可以很清楚看到，杀螨导致的螨虫尸体会引起皮肤发炎。因此，治疗共识建议各位杀螨时必须搭配局部类固醇或抗炎药物使用，才能降低螨虫尸体带来的免疫刺激。这样的观察跟我的门诊观察十分契合，就是因为杀螨会造成皮肤发炎的恶化，
才会让我认定共识中的粗略逻辑没有问题，但细致操作我有不同意见，是应该坚持的原则。为什么我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肌肤监测10多年，我们发现更好的临床操作方式。首先，我们都同意酒糟或敏感肌患者的皮肤处于长期低度发炎，而低度发炎的皮肤往往角质细胞代谢增快。这部分没有问题，是所有医师的共识。其次，我们知道毛囊满的食物是毛孔内堆积的皮脂与角质细胞，也就是说，皮肤发炎之后，角质代谢会增快，毛囊满的食物增多当然也会帮助毛囊满增生更多。换句话说，这使得我们怀疑究竟是皮肤发炎造成角质代谢速度加快，最终造成毛囊满增生，还是原先以为的毛囊满太多才造成皮肤发炎。依照逻辑推论，前者表示毛囊满增生是皮肤发炎的结果，而不是皮肤发炎的病因。毛囊满只是使得既有的皮肤发炎更为明显。如果毛囊满增生不是病因，杀螨当然只能减少螨虫对皮肤的次生刺激，减少皮肤发炎程度，绝不可能完全安抚已经发炎的皮肤。这也符合目前所有人观察得到的事实。再说得更清楚一些，毛囊满造成皮肤更加发炎的真实意思是，虽然螨虫虫体确实会增加皮肤的发炎刺激，但是既然螨虫是皮肤发炎角质增生的继发结果而非原始病因，杀除螨虫只能除去部分刺激。既然发炎的原始病因还在，发炎当然就继续存在。况且发炎会造成角质增生变快，杀螨只能做到一时抑制，继续发炎意味着角质继续增生，当然意味着食物继续增加，结果就是被杀除的螨虫密度早晚会再度生长回来。既然发炎是因，螨虫生长是果，再加上杀螨会造成虫虱刺激，虫虱刺激导致更多发炎。因此，如果无法厘清毛囊满增生与皮肤发炎的因果关系，杀螨就不会是绝对正确的治疗思路。于是，减少皮肤发炎成为酒糟治疗的常态思考。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医师在治疗酒糟的过程中，使用各种方法，以减少皮肤发炎的核心原因。了解到这样的深度，你才有资格思考第二阶段的问题：皮肤发炎与毛孔堵塞究竟哪个是因，哪个又是果？是皮肤发炎导致了毛孔堵塞，还是毛孔堵塞导致了皮肤发炎？严谨思考之后，你会发现皮肤发炎导致毛孔堵塞这样的说法不太符合逻辑，反倒是经常认真控油抗痘，导致某些成分渗入毛孔，堵塞毛孔，这些化学成分的浓度累积诱发了皮肤发炎，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论。想象一下，如果发炎的最可能病因竟然是毛孔堵塞，毛孔堵塞导致毛囊螨有机会吃到更多角质酸，然后族群增生，螨虫密度增加，增生的毛囊螨又造成皮肤更多发炎，不就是所有人临床上观察到的结果吗？从这样的思路继续往下延伸，通畅毛孔，减少毛孔堵塞，就可以减少毛囊螨的食物，降低毛囊螨密度，从而减少皮肤发炎，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对吧？让毛孔通畅，除了减少螨虫密度，恢复健康皮脂膜，当然也恢复皮肤正常代谢，减少了皮肤的发炎反应。增加皮肤代谢，减少螨虫密度，而且不增加螨虫尸体，这才是治愈酒糟的唯一机会啊！也就是说，无论是从2022年皮肤科共识的角度来看，还是我个人长久肌肤监测的观察结论，降低螨虫密度显然是必要而且有意义的做法。唯一的差别只是，你选择杀除螨虫，小心避免螨虱造成皮肤刺激，或是你选择排除毛孔堵塞，降低螨虫数量以减少皮肤发炎。你要决定的就是选择杀除螨虫，或是选择减少螨虫族群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做法。经过详细分析之后，答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对吧？所以，对于2022年酒糟治疗共识，我的看法是：首先，必须降低螨虫密度，就能降低酒糟症状与严重程度。这是所有人的共识。既然所有人都同意降低螨虫密度，唯一不同的是，你可以选择杀螨的方式减少螨虫密度，同时承担螨虫尸体造成的皮肤刺激风险。因为必须伴用类固醇或抗炎药物，
因为药物的使用是避免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杀螨这个行为会成为我跟某些皮肤科医师的担忧。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舒畅毛孔，让毛孔的天然代谢能力重新恢复，以降低毛孔内角质酸的存在，在减少螨虫食物的同时，也减少了螨虫密度。你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别再继续伤害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拥有重新恢复乳化皮脂膜的自然能力。只要皮脂膜重建了，你就可以看到毛孔与汗孔正常代谢。这就是舒适机械的做法，这就是临床肌肤监测多年以来每天看到的事实。各位都看到这里了，当然就知道正确的做法。我的个人结论当然是，酒糟患者确实应该降低毛孔内的毛囊螨的数量，但是使用的手段是杀灭螨虫，获得很多螨虫的尸体，然后更多发炎，还是选择乳化代谢排除螨虫，同样减少螨虫密度？究竟应该怎么选择？简直是简单的不要了。对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立刻订阅、点赞、分享这个影片，让更多受苦者可以获得正确资讯。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你一定会身体健康发大财。我就替他们先谢谢各位了。这里是舒适机械小教室，我是绝对理性的摩羯座宋医师。我们下次再见。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想知道更多简单的皮肤健美知识吗？请扫描这个 QR code 加入脸书社团敏感肌酒糟与脂漏青春痘的自愈学习群。如果你习惯 WeChat 微信暖暖机界群，是所有华语界友的首选，界友多，讨论快，经验完整。这个 QR code 是管理员，让他带你进群，加入启力健康生技官方 LINE 账号，掌握每一则活动消息以及第一手肌肤新知、惊喜好礼、日常联系、最杀活动，全部都在启力官方 LINE 账号。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热烈欢迎您加入我们哦！